Hello， 大家好，装修大佬，欢迎来到我的视频。新设备，这个是一套新的水培系统，大佬刚买的。最近呢，大佬研究上无土栽培了，对这个技术相当感兴趣，所以呢，大佬决定开始从头学习怎么样无土栽培，就是用这个营养液来培养这个植物，让这个蔬菜来进行生长。在种菜的这个道路上，大佬走的是越来越远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开箱看一下这套装置。关于这个无土栽培呢，它有非常多的方法，不同的技术。大佬买这个是比较入门级的比较傻瓜，是非常简单操作的。它呢就是底下一个水箱，然后上面呢它是一个塔的形状，这个蔬菜呢种植在这个塔上面，它呢是这个垂直种植，这样的话比较省空间。漂亮。关于这个无土栽培水培系统，大家选这个材料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千万不要选一些有毒的材料，或者呢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这种材料大部分呢都是塑料，但是这个塑料也是很有讲究。这个产品呢它是澳洲产的，它这个材质里面是不含有任何对人类有害物质的这种材料。经过使用呢，它也不会释放出有害物质，所以这个选材上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千万不要买太便宜的就直接是一个塑料，是吧？这个塑料什么成分你也不知道，是吧？它有没有可能对人体有害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在选材料上面大家要下点功夫设备还真不少。它这个呢就是这个塔的主体组装起来就是一个塔的形状。这个是水泵，这个就是它附送的营养液。这个营养液对这个无土栽培是非常关键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养料大家在选购这个养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呢是买这个有机的天然的。好了，这个就是最后的底座是一个桶这个就是一开始的一些测试这个控制 pH 值的高跟低用的。高科技水管、测量杯一些配件，所以说这个产品对初学者非常的友善基本上什么都有了，直接开始使用就可以了。勺子都送了，这螺丝居然是不锈钢的，细节。这个一定要装紧，因为这个桶将来是要装水用的，会非常的重。这个设计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对将来的移动非常有帮助。你比方说你放在一个地方，你想移动它，这里面如果装满水的话，这个设计就非常的完美。接下来我估计是要装这个这个孔估计就是加水用的。
这个呢，说明书，这个就是育苗用的育苗盘儿。这个管子上写了，这里面不含有害物质，而且是食用级的塑料。哇，刚好够长。你说你再多给一点多好。这操作起来，OK。这样的话，在桶里就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管子了。强度还是可以的啊，原理非常简单啊。我这线是真够长的，质量也不错。然后把它卡进去，好，这就够长了嘛，是不是？好，然后这个是盖子，这个呢是原厂附送的这个定时装置，它可以控制这个水泵的工作时间。这个水培塔的原理就是把这个桶里的营养液把它泵上来，然后呢流经这些植物的根部，这个水泵呢不能一直在工作，这样的话这个根系呢它就没有氧气了。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让这个水泵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停一段时间，再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植物的根部既可以吸收到这个养分，而且又有足够的时间来吸收氧气。这个呢是它附送的这个底座。这个原厂也是附送了这个育苗盆，大家也可以另行购买。然后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种子先放到这个育苗基质里面，等它发出叶片、长出根以后呢，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杯里面，然后把这个杯再放到这个里面，完美。然后把这个电通上，让这个水泵工作，让这个循环系统循环起来这个水呢就会上来流经所有的植物，这样的话它这个植物就会生长。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它这个水呢其实就是液体肥料，所以说理论上这个植物是可以很好的生长的，因为这个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就是液体的肥料，它的光照还有呢就是氧气。如果你都符合了，这个植物理论上是可以长得很好的。这个育苗塔这个孔洞大佬选用的是30个，这样的话就可以种30个植物。如果有的塔比方说可以种100个、200个，其实呢它每一个孔洞非常的小，而且间距非常的密，其实不太实用。因为蔬菜长的时候它占用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想种的这种蔬菜的种类包括这个植物的种类来选购自己的产品。好，这个开箱视频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大佬就要进行育苗了。哇，这居然种子都送给你了！菠菜、生菜、黄瓜、西红柿都有，想得周到如果大家对这个水培装置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些更多的资料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种植方法。
好了，经过3天的育苗呢，这些部分的种子已经发芽了。我育的这个种子呢，它是全部都是生菜类，因为比较好发芽，而且比较好种。第一次搞这个无土栽培，咱们下手呢还是要挑一些比较好种的种子，这样才有成就感。因为现在是冬天，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呢，我找了一个这种保温箱啊，透明的，它已经发芽了。这个种子一旦发芽以后呢，我就把它移出来，让它晒太阳，要不然这个种子就会造成徒长的现象。有一些种子发芽特别快，还有一些还没开始发芽。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大佬就尝试着用花盆来种植这些蔬菜，比方说这个辣椒，在花盆里面长得依旧很好，所以呢，大佬在种植上面想走一些不寻常的道路啊，所以呢，现在开始研究水培系统。看这辣椒长得多漂亮，这辣椒都让我种成树了，又粗又壮。这个辣椒每一颗呢，今年结了100多颗辣椒了，特别能结辣椒啊，所以说这个盆栽也是可以的。这个水培系统的这个塔呢，让我挪到了这个角落，省空间呢，完全准备就绪。好了，刚才呢，我用这个水管把这个桶已经灌满水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倒这个营养液啊，然后呢，我还打算放一个加温管在这个桶里面，因为现在这个冬天放在室外，这个水实在是太凉了。大佬想让这个蔬菜长得快一点，所以我要放一个加温管。等这个水温上来，营养液加好，我呢就先把菜地里的蔬菜移栽一部分过来做个实验。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蔬菜能不能很好的生长，别到时候我辛辛苦苦育的苗放进去，一下全军覆没，那就惨了，是不是？咱们在插这个水泵电源之前呢，要先安装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是定时器，它这个简单的装置可以给这个水泵来定时用，可以实现它的开跟关。我现在设定的呢是开15分钟，关30分钟。让它进行这个水的循环。这个不同的植物根据不同的温度，它这个需要的水跟氧气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开始运作了。刚才这个水泵呢，经过15分钟，它现在停了啊。接下来呢，我就要勾兑药剂了啊。大佬现在要用的这个营养液呢是有机的营养液，咱们按照这个说明比例来进行勾兑，用钱摇一摇。这种营养液其实市面上都很普通的，它有分为 A、B 或者叫1跟2啊。它这2种营养液就要混合在这个桶里面，供这个植物生长。这颜色有点恐怖啊，透明的，有点发绿。按照说明呢，它是要搅拌一下的。大家一定要根据你买的这个产品的说明来进行投放。现在呢，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液体肥料完全的搅拌均匀了。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测试这个水的 pH 值跟这个 EC 值。pH 值就是这个水的酸碱度。这个植物生长，这个酸碱度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大概需要6左右啊，就是中性的水，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EC 值就是这个水啊，电解率。电解率越高，就证明它这个养分就越高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电解率应该大概在1500到2500之间啊，是比较合适的。低于这个数呢，就说明这个水当中的养分含量比较少了；高于这个数呢，就说明你这个养分过剩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呢先来测试这个 pH 值，6.21、6.22，大概是6.26啊，这个数值就算合适。如果再高，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pH 值来降低；如果太低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 pH 值来升高。使用的也是这种药剂。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这个 EC 值。温度14度 ，EC 值是2.4，这个养分接近顶峰啊！相信这个植物可以很好的生长，爆表了。现在呢，理论上这套设备就可以开始种植了。大佬呢，等一下把我菜地里的一些蔬菜先移植到这个系统当中，先让它工作一段时间，看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可不可以啊，能不能让这个植物很好的生长。咱们来看看大佬的菜地啊，这是韭菜，这边就是香菜。冬天呢，大佬一般很懒，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说只有香菜。这里面有一些生菜，等一下我就把这些小生菜移植过来，大部分都是香菜。香菜泛滥了。这个生菜其实在地里也可以长得很好，只不过长得有点慢。好了，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从菜地拔的这些蔬菜，用来做实验。这些蔬菜拔起来以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泥土，我已经洗干净了，因为咱们这就叫无土栽培，是吧？咱就不能有一点土。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种植的介质把它给包起来，然后放到这个小塑料杯里，然后放到咱们这个水培系统里，让它接着生长。全是细活啊！这个介质呢，我用的是 rock wool， 有些人也可以用海绵啊。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把这个根部给它包起来，让它保湿。咱们只需要剪一刀。大概啊，这还得瞄准点啊！我天，这不就一个吗？还得往外揪一揪，哎呀，全是细活。OK， 大佬这个实验呢是开始的，接下来呢就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了啊。哦嗨，这个菜看着不太对劲儿啊，这是第2天，怎么都蔫了呢？这也可能属于移栽后的正常情况，还有可能昨天我移栽的时候把这个根给伤到了。没道理啊，电子检测设备应该不会差很多。咱们要相信仪器啊，相信科学。再观察2天。前2天闺女买了一只小兔子。
not chewing. Oh.